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庙宇便开始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康乾年间，清廷先后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修造普仁寺、普善寺、普宁寺等12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寺庙。这些庙宇融汇中国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在这里和谐包容、兼容并蓄的胸怀以建筑的形式呈现。在这其中，有8座庙宇由朝廷派驻喇嘛，因位于京师之外，俗称外八庙。外八庙在避暑山庄四周，以众星拱月之势，构筑起了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分裂的难解之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当四方来朝，在新建的庙宇中虔诚礼佛时，当藏传佛教的经文声回荡在山岚雾霭中，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一起，开创了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典范。这里上演了一幕幕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生的感人故事，随着史册流传至今。公元1713年，避暑山庄修建后的第10年，这一年，清王朝迎来一件大事：康熙帝的60寿辰。此时的国家进入又一个发展时期，承德也因为避暑山庄的兴建而日渐繁盛。蒙古各部落首领从漠北前来朝贺，并恳请出资建庙，以铭记恩典。康熙帝应允了这个请求。很快，普仁寺便出现在了五列河的东岸。这是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1座寺庙。与后来所建寺庙不同，普仁寺是典型的汉式庙宇。伽蓝7殿的规整格局，沿着中轴线，山门、天王殿、慈云普印殿、宝相长辛殿依次排列。天王殿上挂着康熙帝亲题的寺名“普仁”，用蒙、汉、满3种文字书写，意为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到皇帝的仁德。据记载，虔诚贺寿的蒙古王公们筹措了20万两白银来修建普仁寺，但最终只用了10万两，余下的银两修造了普善寺。普善寺位于普仁寺之后，形制与普仁寺大体相同，历经动荡，今已不存。普仁寺拉开了清廷在承德大规模兴建寺庙的帷幕。庙宇的营建，在此后长达70多年的岁月里，从未停止。寒来暑往，庙宇的数目
在不断增加，从汉式到藏式，格局愈加宏大。供奉的佛像变换着容颜，色彩日益艳丽，建筑愈发精妙，融合了各民族不同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创造出诸多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建筑手法。寺庙群落变得前所未有的恢宏与盛大。公元1755年，清廷平定准噶尔，鄂鲁特蒙古部来归。当年10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大宴鄂鲁特蒙古部诸位首领。为纪念这次会面，乾隆帝决定仿照康熙帝与喀尔喀蒙古会盟建立多伦惠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东北兴建普宁寺。这是乾隆帝继位后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佛寺。在乾隆帝亲自撰写的普宁寺碑记中，透露出仿造的意义。蒙古象净佛兴黄教，故寺之事即以西藏三摩耶庙之事为之。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三摩耶庙今译为桑耶寺，这是西藏第一座具备佛法僧三宝的正规寺院，在藏传佛教界拥有崇高的地位。1年后，兼具汉藏2种建筑风格的普宁寺落成。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这一次匾额上面增加了藏文，由满、汉、蒙、藏4种文字题写。普宁寺前半部分是汉式形制，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之上，高台是权力、正统、荣耀的标志。大殿前的台阶镶嵌双龙细珠丹碧石，象征至高无上。越过大雄宝殿，高台之上白塔红墙，别有洞天。在佛教经典中，世界中心有座须弥山，因此在佛国，佛菩萨的造像都供奉在须弥台座之上。普宁寺的主体建筑大成之阁象征着须弥山，仿照桑耶寺屋侧殿而建，两侧配有日月两殿，象征太阳、月亮围绕须弥山出没。大殿4角分别修建4座喇嘛塔，代表密宗的4智。东西南北4方矗立着4座台殿，象征4大部洲。4大部洲周边有8座重层白台，象征8小部洲，代表宇宙4面8方。这种统一向心的布局是典型的藏式佛教建筑坛城，也叫曼陀罗。普宁寺的曼陀罗是我国寺庙中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大成之阁中心为空井，那是特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立身流出的空间。佛像由松、柏、杉、榆、椴5种木材合雕而成，高22米，体态优美，衣袂飘飘。大佛共有42只手臂，除胸前合十的双手外，其余40只手都持有法器
且手心各有一只眼睛。这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尊木雕佛像。每年立冬前后，正午的某一刻，大殿透露的太阳光线会与观音额前的慧眼相重合。一低头，刹那千年；再回首，沧海桑田。今天的普宁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佛事活动场所。每一天，庙宇在钟声与诵经声中苏醒。钟磬和鸣，梵拜声声。普宁寺的东边是普佑寺。普佑寺修建之前，承德已有3座皇家寺庙。清政府在普宁寺旁建立了供喇嘛学习研究、精进佛法的札仓，即后来的普佑寺。普佑寺是清朝鼎盛时期全国仅有的2所喇嘛经学院之一，另一所是北京的雍和宫。1964年因雷击起火，普佑寺的大部分建筑毁于火灾。现存的东西配殿展出着176尊造型各异的罗汉像，这些罗汉像原本有508尊，供奉在承德的另一座寺庙罗汉堂。罗汉堂命运多舛，先被日军占据，后被拆毁。几经波折，罗汉像被转移至普佑寺。这组雕像是我国木雕罗汉的上乘之作，其中不乏介子推、济公等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清朝初年，在新疆伊犁河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固尔扎庙，这是清代西北地区蒙古族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阿穆尔彻纳叛乱时，固尔扎庙被焚毁。清军平叛后，1759年，鄂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2000多人从伊犁迁居热河。1764年，乾隆下令依照新疆的固尔扎庙修建安远庙，作为达什达瓦部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安远庙集蒙古族建筑与汉式建筑风格于一体。安远庙也叫伊犁庙，因主殿普渡殿为方形，当地人又称它为方亭子。普渡殿建有3重屋檐，屋顶以黑色琉璃瓦覆顶，这在古代寺庙建筑和皇家建筑中极为罕见。古人将宇宙中的天地万物分为5大类：金木水火土。黑色象征着水，固尔扎庙毁于火，普渡殿黑瓦覆顶，意在以水克火。普渡殿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殿内供奉的木雕修漆绿度母像是安远庙的镇寺之宝。佛像高大庄严，体态婀娜，其身后的木雕背光雕镂内容繁多，层次分明。殿顶方形藻井精致繁复，美观华丽。
大殿四周的墙壁绘有以绿度母为主题的壁画，现存27幅。建筑、园林、人物、溪涧、山林，色彩浓丽，内容丰富，简洁生动，展示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场景。方亭子南边有一座圆亭子，是修建晚于安远庙2年的普乐寺。其主体建筑旭光阁，仿北京天坛祈年殿而建，状为圆形，因而得名。1757年，清王朝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2年后，清军又粉碎了回部霍集占兄弟的暴乱，西北将更趋稳定。西北各民族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也日益密切。1766年，清廷建普乐寺，以便西北各民族首领在承德觐见时礼佛瞻礼下榻。普乐寓意天下同乐。普乐寺的平面、立面都十字对称，是外八庙中布局最严谨的一座。开有2个山门，前山门正对避暑山庄，后山门正对庆垂峰。乾隆帝视庆垂峰为神物，认为它是上天的启示，故在寺后又辟一座山门。这种布局在中国寺庙中比较少见。穿过前部规整的七殿，普乐寺后部是一座藏式都城，最高处是主体建筑旭光阁。方形的都城，圆形的殿阁，旭光阁体现了天圆地方的中国古代宇宙观。旭光阁阁内顶部置有圆形藻井，藻井象征天宇的崇高。在建筑的穹顶之上，升腾着另一种恢宏与神秘。藻井也是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一般只用于宫殿和寺庙之中。越尊贵的建筑，藻井越精致繁复。旭光阁的藻井为龙凤藻井，3层重翘重昂、九彩斗拱的手法，堆砌出极致的艺术之美。1767年，乾隆帝下旨修建普陀宗成之庙，借此庆祝3年后他的60寿辰。此时的清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强盛的国力让乾隆帝有资本实现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他准备用规格远超山庄的寺庙，团结藏蒙等少数民族领袖，以庆寿之名行怀柔之实。普陀宗成之庙比照西藏的布达拉宫缩小尺寸而建。普陀宗成就是藏语布达拉的翻译，因此它又称小布达拉宫。如同原版一样，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建筑群。模仿中有取舍，比照中有创新。普陀宗成之庙的60余处建筑，依山就势，自由散至，疏密有致。
普陀宗成之庙大手笔投入，耗资近200万两白银。落成时，恰逢图尔扈特部回归，它也顺势成为了图尔扈特部回归的纪念碑。不同于避暑山庄青砖灰瓦的低调，普陀宗成之庙的建筑多用明黄暗绿的琉璃瓦覆顶，富丽庄重。藏式白台式山门内，正中为碑亭，碑亭之北是五塔门，顶上有5座造型各异的喇嘛塔，分别代表藏传佛教的5派。五塔门后是一座3间4柱7楼形制的汉式琉璃牌坊，顶上7楼，飞檐翘角，檐上端坐着各种神兽，他们是防雷的希望，防火的寄托，承载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门额间镶嵌的黄琉璃双龙戏珠图案，昭示着这座牌坊不一般的地位。高台可以观天望气，并能抬高木建筑，免受水浸。普陀宗成之庙的主体建筑就在高台之上。大红台通高43米，下部基座大白台用花岗岩砌筑。大红台列窗7层，最下层的汉式横长方形窗与上部藏式梯形窗搭配和谐。正中开有6个琉璃佛龛，内置琉璃佛像。大红台内部建筑呈回字形，主殿就是回字中间核心的口。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屋顶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元素，体现着等级。主殿重檐4角攒尖顶，繁复而隆重，鲜艳却庄重，是地位的象征。瓦在屋顶之上占据了制高点，瓦的颜色就成为最醒目的建筑礼制标志。主殿殿顶全用鎏金鱼鳞状铜瓦覆盖，排排铺设，如阵势磅礴的兵阵。主殿的庄严与尊贵再一次被着重强调。主殿名为万法归一。万里东归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就曾被乾隆帝安排在这里聆听佛法。1933年，普陀宗成之庙以承德金庙的称号为世界所知。此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被万法归一殿的宏伟与华丽所震惊。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帮助下，斯文赫定以1:1的比例复原了万法归一殿，并将它搭建在芝加哥世博会上。承德金庙与米老鼠和唐老鸭一起，成为那届世博会最受欢迎的2件展品。斯文赫定阐述过他的复制意图，并不局限于保存建筑自身的价值，而是希望借此纪念18世纪的图尔扈特部族以及他们史诗般的苦难迁徙，
那场跨越亚洲的回归之旅。普陀宗成之庙建成后的数年里，清王朝征讨四方的历史已经过去。乾隆帝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怀柔之举，缔造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帝国。早在前些年，乾隆帝刻意将接待来朝贵宾的场所放在承德。承德也是清王朝与世界沟通的窗口。此前修建的庙宇多为少数民族藩属所考虑。这一次，乾隆帝开始了自己的创作。1774年，乾隆帝先后兴建了2座寺院，一座海宁寺，仿浙江海宁寺，今天已无迹可寻；一座书相寺，仿山西五台山书相寺而建。书相寺有乾隆家庙之称，建在山腰居高临下的惠成殿是主殿，也是乾隆帝礼佛和藏经的地方。惠成殿之后，是以宝相阁为中心的藏式曼陀罗。随着地势陡然升高，大规模堆叠假山，如朵朵祥云。祥云之上，石质须弥座托承着宝相阁。中国的园林艺术与寺庙建筑在这里完美融合。岁月与战火残损了这座寺庙，曾经的香火与钟声已经远去。如今的书相寺，在紧闭的山门之后，静默无言。书相寺建成后的第5年，1780年，是乾隆帝70岁寿辰。远在后藏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要来觐见。因身处边疆，六世班禅格外重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坚持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1774年，英国派人会见六世班禅，提出与西藏建立联系、相互通商等请求。六世班禅严辞拒绝，声明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的尊严。听到六世班禅前来的消息，乾隆帝极为欣喜，着手为六世班禅修建行宫，模仿班禅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的形制建造。行宫名为须弥福寿之庙，意思是多福多寿，如意吉祥。这个重任，乾隆帝安排给了自己的亲信军机大臣和珅。和珅精通满蒙汉藏4种语言，精明强干，仅用1年时间就建好了这座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行宫。乾隆帝的重视在须弥福寿之庙中无处不在。碑亭中的玉碑有一只巨大的碧玺碑赋，昭示此庙的与众不同。大红台是须弥福寿之庙的主体，壁面上
辟有3层中国式垂花窗户，窗头上浮嵌琉璃制垂花门头，为大红台的庄严带来一抹灵秀。大红台4角各建有一座小殿，琉璃瓦顶，脊上有吻兽。南面2殿用孔雀，北面2殿用鹿，象征着虔诚似锦。大红台中央是一座重檐大殿，名为妙高庄严殿。4条屋脊大有乾坤，角脊下端呈龙头状，脊身波状，匍匐金龙2条，大有凌空欲飞之势。8条金龙姿态各异，静止的造型蕴含巨大的动感。妙高庄严殿方7间，高3层，是6世班禅的讲经之所。乾隆带领6世班禅参观完整座庙宇之后，在这里请6世班禅为自己讲经。讲经之后，6世班禅将自己从西藏日喀则至承德途中每一站对乾隆的祈祷、祝福记录，敬献给了乾隆。大红台西边的吉祥法喜殿是6世班禅的寝殿。在这之前，外八庙从未为任何人建过寝宫。这样的特殊待遇，留住了班禅这位宗教首领的心。琉璃万寿塔危居于须弥福寿之庙中轴线最北的山巅，建在方形基坛上，塔身7层，塔面用绿琉璃砖砌成，镶嵌56尊无量寿佛。须弥福寿之庙继承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手法，借助山势起伏，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并将植物巧妙地安排其间，在古木与墙面、屋顶的色彩对比中，扩展出更悠远的空间。独具匠心的山石丰富着高大建筑的节奏。作为乾隆帝在承德修建的最后一座寺庙，须弥福寿之庙汉藏建筑手法运用自如，中国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在建筑领域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普仁寺到须弥福寿之庙，这些或大或小的庙宇组团出现在避暑山庄之外，逐步发展为一个享誉中外的寺庙群。当民族合璧交融于建筑，普天同乐合欢于艺术，这些庙宇也洗去了招抚、怀柔、融合、统一的表情，以庄严华美、渺然尘外的面目示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一天的暮鼓晨钟，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合璧交融，
和睦共生。每一处的袅袅香烟，祈求的还是从古到今的不变夙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